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6月26号，美东时间11点半，也就是现在，我们的直播开始。今天我们计划直播30分钟，到12点就结束。那么感谢大家参与，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把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我在周二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过，这周的话就是我在休假前的就这么几次直播了，然后下周开始7月份开始就要去休假了，所以说今天和明天周四周五这2天的话还有2次直播，然后在休假期间，那么直播的话肯定是没有了，有可能会有录播，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但是大概率是没有。但是唯一能保证的就是每个周日的跟会员朋友们专享的周末复盘，其他的都没有办法保证，只能等我回来之后，休假结束之后再继续。在这里做一个提前预告。你好，秦朋友，非常准时，感谢参与。他想让分析一下英伟达。我们可以马上分析一下英伟达，但是在分析之前，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盘。这个标普的话，今天又是一个小幅高开，往上走，最高点是6132.31，离这个历史最高点，历史最高在6147.43，还有一步之遥，就破这个历史最高点了，对吧？这个大微转还是非常牛的，也出乎了很多，尤其是机构的这个预期吧。机构很多都是踏空的，可能后来往上追的，尤其是可能这个部分开始机构往上追的。那么我们说过，在周线上它这个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破坏，周线上从3491上涨的这个趋势并没有被完全破坏。下面是 A 中枢，现在这里就是一个 B 中枢。虽然说这一笔的回落非常深，但是并没有碰到前面这个4607，对吧？所以整个这个2个中枢是没有高低点没有接触的，还是一个趋势上。那么现在就是围绕第2个中枢震荡嘛，对吧？第2个中枢震荡，它再次突破6147，也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那么我们要关注的不是突破与否，而是突破之后看它是不是出现背驰啊，跟进入段比较啊，还有就是它的内部结构，对吧？看它这个上涨是不是要延续，是不是要结束，你不能单看一个周期的。那么在这个本周期周线上要看它的这个比较有没有背驰，就是 MACD 跟这个前面这个比较，然后还要看它的本周期，就是它的次级别利用区间套。那么在日线上，从这个4835，它是一个非常强的进入段，可以当1段或者说当3段都没有大区别。那么现在就构成了中枢，现在走这个中枢离开段，因为它这个进入段太强了，造成这个离开段就很容易背驰。跟进入段比较的话，即使打掉6147的话，那么它力度不够强的话也容易背驰。所以说现在的策略就是有的话肯定可以继续拿，对吧？你手里有就继续拿嘛，等它突破之后再看。然后出现一个明显的顶背驰的时候，出现一个明显的顶分型的时候，你再减也来得及。但是呢，就是仓位也不能太重，这个位置仓位不能太重。所以这就是等待它这一段上涨结束，回落不回来的话，还是3买，还可以继续做，就是一段一段吃。那么相对比较差的就是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它也可以围绕这个小中枢继续震，对吧？所以说至于怎么选的话，我们就继续跟踪就好了。所以说我们的判断都是根据当下走势的当下判断，我没有办法预测这里是不是要突破6147，我也没有办法预期这里是不是回来之后是不是形成3买，还是说要拉回来围绕中枢震荡，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办法预测，你只能做完全分类，出现了什么情况你去应对它，不是说预测它。我一直之前说我们做的是 react， 不是 predict， 这2个英文单词非常明显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
对吧？好的，这就是这个简单说一下指数，然后看一下大家的分析，因为毕竟时间并不多。先说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牛啊，又出现了历史最高点，已经出了历史最高点了。我们把英伟达这个图形结构给它补充一下。这个秦朋友只是说让分析一下，对吧？并没有说是想买或者说是怎么处理手里的仓位。那么它的结构差不多的结构，这个起涨点在10.18、10.81，然后一个三段构成这个进入段，两次回荡构成中枢。所以说它之前回落到从153跌到了86，只不过就是这个中枢构成的第三段，所以这个位置还是中枢的结构买点。那么又出现上涨一笔，尝试脱离中枢。现在就是三段构成中枢之后，那么之后的这些它都可以尝试脱离。那么如果说脱离不了的话，那就再回来，再继续尝试，再回来，再继续尝试，就这么重复，就是这么重复而已。所以说现在就看从86上涨的这段能不能够脱离得了。现在已经达到最高点了，对吧？已经突破了153.03这个最高点了。那么也是一样，这个进入段是在这里，然后这是离开段。那么现在的话，没有明显的背驰，还没有明显的背驰，我们可以先测一下这个空间。现在是刚刚突破0.018，0.018在这个位置，然后登比例在188.15，也就是说从86.62涨到188.15，这个空间跟这个进入段的这个空间是一致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不从10.81比较呢？对吧？你为什么不比较这个空间呢？这就是缠论的一个技术，这个叫什么玩意儿？技术点了，这就是知识点。知识点是什么呢？前面这是3笔，你这里只有1笔，它们俩的级别不同，对吧？级别不相等的时候，你是不能够进行比较的。你比较的时候，必须比较两段的级别是相同的，你只能进行笔和笔的比较，或者说它后面也出来3段，你才能够进行线段和线段的比较。所以说现在只能是比较笔，也就是说为什么从这个位置比较的这个技术面技术原因，那个知识技术面的原因吧。那么等比例在188，对吧？那么能不能够延续到188？你要看它这个延续度，也就是说它的内部结构，看一下它的内部。日线上一个5段或者5浪或者3浪3笔都行。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呢？就是因为4月9号这根 K 线，就是川普发推文说，跟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延迟这个90天，对吧？造成了那根 K 线。那么你要如果说3段的话，就是这样1、2、3；如果说5的话，就是这样1、2、3、4、5。其实区别并不大，你要么就是3浪，要么就是5浪，就是这么个区别。那么现在就是在第5段或第3段这个位置上，那么也是一样，要看一下这个从129.16上涨的这个第5段，看一下它的内部，对吧？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这个也是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我们说了很多同样的话，然后一直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中枢，它这个小中枢把这个看看清掉之后，能不能够让它变得稍微的清晰一点？这个中枢，因为它这个震荡区间非常窄。我这个中枢之所以这么画的原因呢，我看一下，当时是这里是取了一段，就取了这个回落，是用递归的方式。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位置更，结构更，可以这样，这个或者说是用这个，差不多。你要么是选这个低点，要么选这个低点，也就是说，这个中枢的期间可以变得更小一点，就是更精确的画法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每一段都完美的按照定义来的话，那就是这样，就是进入段，然后开始震，这些都不够完美，或者说都不够按照定义的，严格定义的话，它是不够这个回落一笔的，所以这些都不算。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你直接一笔到这里，然后这样的话是这样，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么个结构。但是每一段都是严格满足这个比的定义的。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数一下有多少段，这是1、2、3、4、5、6、7、8、9，刚好第9段第9笔，这个中枢升级了。这个中枢是一个本级别的1小时本级别中枢。那么从这个价格是离开，从142.04离开，是这个升级之后的中枢的离开段，对吧？那么它完全可以在，这是一个大 A 中枢，它完全可以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大 B 中枢，才结束这个整个的这个从129的这波上涨。从129的这波上涨还是什么呢？才只是日线的那个第5段，或者说第3段，所以说啊，它后面还可以继续往上生长。那么因为这个中枢是升级的9段升级的中枢，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里出现2次回落，还是下面这个中枢的300，一定要注意这个。即使有2次回落的话，也是中枢的300，因为它的级别大，因为这个中枢的级别大，就是后面这个只要不够9段，那么都是300。这里是一个知识点，给大家强调一下。那么现在就还在生长过程中，但是呢，从142这个上涨，我们看简单的看一下，因为时间有限。那么在1小时这个周期上，它这里已经有过很多的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了。我们之前说过，简单说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有没有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看它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有没有中枢。所以它现在虽然说慢慢往上爬，就是一点点往上爬，这种类似阶梯状态的往上爬，但是它的小周期已经相对饱满了，所以这个你有肯定是可以继续拿着，对吧？等待它一个明显的回落的时候，或明显的这个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再减一点。减一点的目的是，因为它有2次回落，还构成300。你这个2次回落，如果说不想参与的话，想这个避开这2次回落的话，那你就要去应对它。出现比较明显的顶分型的时候，你减一减仓。2次回落的时候，这个2次回落的之后，因为它还有上涨，这个你要不要参与，对吧？这就问一下你自己，这种相对周期比较小的这种震荡的时候，要不要参与？不参与的话，就不动也没有关系。那么你就要忍受它2次回落的这个空间，那么也可能比较深，只要不回到这里都可以，对吧？可以只是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就是说能不能够避开这个，或者说需不需要避开这个，那就要看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这其实现在就是到了一个加减仓的一个动作，对吧？毕竟你从下面一点点上来的时候，你的成本是低的，所以这个位置如果拿不住了，要落袋为安，减一减仓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所以这就是对这个英伟达。那么如果说它这个3结束了，或者5结束了之后呢，5结束了或3结束之后，不是说要马上暴跌了。之前有个朋友也问这个标普这个图形，说这是不是一个楔形整理啊，对吧？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他说是不是一个5浪的一个楔形整理？我当时明确回答他，确实是。用传统理论的话，你分析这里就是一个楔形，但是楔形完事儿了，不是说要暴跌呀，你要看它回落的这个位置，回落了构成中枢了，下不去还可以继续往上走的。这个走势在生长过程中，你不能够一厢情愿的就告诉就说啊这里要怎样怎样，那所有的这个都是预测，一厢情愿的交易在股市里面，在这个图形里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吧？你一定要根据当下的图形结构，然后来分析它之后可能的情况，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再去应对它，不是说先于市场你去来预测啊，这个位置是不是涨不动了，我是不是应该全跑掉，是不是要暴跌了？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厢情愿的预测，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一厢情愿的这种想法在这个市场里面。好的，这个的话说的比较多，因为毕竟它现在刚好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位置。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个叫陈朋友问，让我分析一下 Palantir 量价最近老是高开低走。Palantir 也是一直在慢慢往上爬，对吧？现在这个好多牛股或者好多基本面非常好的股票都是快跌慢涨，就慢慢往上爬。所以说你这个拿不住股票的人是非常难受的。你问量价，
高开低走是否在主力出货？你管它是不是在主力出货呢？这就有任何意义吗？你的问题问去考虑是否在主力出货，主力是否在出货没有任何意义。你只要考虑的就是你的成本在哪里，对吧？你管它是不是出货，它有人出就有人进呐。现在盘半天的盘子也不小了，它有人出就有人进，难道你只关心出货那些，不关心买货那些人吗？量这个问题非常的，怎么说呢？量或者说 MACD 这些都是辅助的这个分析的一个那个技术方面的，最关键的是这个图形结构，而不要关心什么量能，这个量能你怎么解释都可以，你可以解释成有人在买，也可以解释成有人在卖。对吧？你因为只有买和卖的人价格相同的时候，他才会成交啊。所以说你单看有人卖，不看有人买，你这个解释是解释不通的。所以说你的解释或者说你可能只想看到自己想要的那个解释。所以说看量能没有意义，或者说看量能带来的这个结论，你这个结论可能是你想象出来的一个结论。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图形结构，对吧？从66.12这个上涨，在周线上它是一个第5段，现在是周线上这是大 A 中枢，它的离开的时候是从16.14开始离开的。那么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非常牛的一个300，这个回落的这个点位我们之前说过多次了，20.33， 20.33这个价格，把这个价格往上拖一下。20.33这个价格没有回到中枢的上沿20.24，这个300是非常牛的，这绝对是机构控盘控出来的，对吧？那么它现在这个位置在周线上是第5段，1、2、3、4、5，或者第5浪。你要关注的是这个第5浪的内部是不是够饱满、够充分了，能不能够继续延续，这是你要关注的，而不是要关注什么机构是不是在出货，对吧？机构完全是可以从148拉到248、348再结束，你关心它是不是在出货有意义吗？或者你预测它是不是在出货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对吧？所以你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结构。现在，那么它这个结构是一个123，现在是一个123段，它跟那个英伟达呀，或者说跟那个标普不太一样，因为这个4月9号这根 K 线并没有造成它的这个结构变化，所以它是一个123段。那么123段虽然说你目测这个3跟1比较的话是短的，对吧？目测空间是短的，可能是有背驰了，但前提是它要结束，前提它要结束才可以。那么它完全可以慢慢往上爬，对吧？所以说你要关注的就是它这个第3段的内部什么时候是够饱满的，怎么看够不够饱，怎么看是不是够饱满呢？一样的方法，降低周期。这是1小时上，一个很清晰的这么一个中枢在这里。很清晰的一个中枢在这里，然后现在开始尝试离开，这是这个中枢开始在这里震。那么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但是不够回落一笔，只有4根 K 线。所以针对这个小中枢，还是一个技术段，一个大 A， 这个还在离开段里面，他们完全是可以继续往上拉，然后在这里再做出来第2个中枢，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个从这个118.94上涨的一些118.94。所有的这些上涨是什么呢？只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日线上第3段，如果第3段的内部还不够饱满的，你说你管它是不是在出货呢？对不对？所以结构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情况下这个可以结束呢？什么情况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样。比如说这个上去了，然后这里有一笔回落，就是满足这个一笔的回落，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构成一个300，然后这个300之后这个就比较关键了。如果说不能够再次打高点的话，就会出现3买转2卖这种模型，然后快速杀掉，尤其要杀破这个中枢的话，你要注意了，可能是这样走。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从118.94到148就结束了。那么这里是在走反向，所以关键的位置是在这个，首先这笔回落要出现3买，然后3买之后的反弹要不能够出新高，出现2卖，3买转2卖这个模型才出现。然后更加关键的是后面这段这个下跌，如果说出现一个快速下杀的时候，那么你是没有办法预测这个杀的这个力度，那么所以说在2卖的时候你要去多应对。好的，我们简单的就用一下完全分类，所以说多关注一点走势结构，而不是要去关注其他的
相对来说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些因素，会干扰你的判断。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叫 Game Meta 朋友问的 UPST 这个票，我之前分析过几次，我记得我们这个频道里面有一个，应该是这个苏珊朋友之前操作过一段这个 UPST， 他当时大概问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对吧？我们之前分析过它的结构，从这个19.13开始分析的。19.13这里有一个进入段，然后构成中枢，然后离开，然后还有个回落，还有个周线的大300，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或者说非常符合我们模型的这么一个结构，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有回落300，又有一个离开，出现盘整背驰，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所以这个结构你可以多学习一下。这个我画的这个框里面这个结构，你可以多去学习一下，它是如何生长的，它是如何完成的。你把这个结构摸清楚了，它的小周期里面是怎么样开始慢慢这个演变的，你把这个结构学明白了，那么你在应对到其他的这个图形上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心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生长过程中，然后又符合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交易，或者它这个结构符合这个缠论的这个操作这个方法。那么这就是它结束之后，因为走势股票只有3种情况，要么涨，要么跌，要么盘，对吧？你上涨完事儿了，就是要伴随着下跌嘛。至于这个下跌的力度有多少，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只能去跟踪它一点点生长的一个过程。那么从96.46，它现在开始出现了一段非常深的回落。这个为什么说它这个回落是直接走反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首先打破了这个前面这个小300，然后又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分析那个 Palantir 为什么做推演开始走反向的原因，就是跟它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它出现了这个回落之后，现在又反弹了一次，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做了一个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之后再下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个2次确认。那么现在就看这一段有没有可能结束。这个反弹也到了这个比较关键的 0.5 的位置了，它也到了前面这个下落的 0.5 的位置，对吧？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不是说到了 0.5 的位置它就结束，对吧？这些所谓的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只是一个潜在的压力位置。我们之前我们开车的时候以这个红绿灯来做比喻，对吧？你开车的时候到了前面可能50米有一个红绿灯，但是呢，那个红绿灯被这个警察给接管了。虽然说是红灯，但是警察让你招手让你往前走，说明这个路况有问题了，警察接管了，你不需要看红绿灯了，对吧？所以说一定是到了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再看路况，不是说啊我 0.5 我就要转折， 0.618 就要转折。所以说一定是说了这么多，一定是还是要结合当下的情况。那么当下情况你单看一个周期的话是不够完整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就是路况了。它的路况到底怎么样？什么是路况呢？就是它的结构。如果说我全是这种浪形的模式，说明我的路况非常好，对吧？虽然说这里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路况啊，但是并不阻止我这个速度，并没有很好的减速。这些回落都是一个减速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减速并没有阻拦它的并没有构成这个更加复杂的中枢的时候，说明这个速度，说明这个多空的看法是一致性更高。所以这就是要看路况。所谓的路况就是看它的结构，结构越简单，说明它的这个多空看法一致性更强。那么多空看法一致性更强的时候，那你肯定要看，现在是上涨的话，那肯定就跟着多头做；如果下跌的话，你就跟着空头做，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要看它这个次级别的结构。那么现在次级别上3段，这个3段明显是目测的话是一个等比例的附近，我们可以用工具测一下。马上接近等比例的 66.93， 也是一样。66.93 这个等比例也不是什么说必须要转折的位置，也是红绿灯的位置。到了红绿灯的路口了，我要看一下，对吧？什么是它的路况呢？一样的嘛，
它的次级别，它的结构，那么它的结构如果很强的话，等比例也拦不住，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上涨的，对不对？所以说不是说简单的说到了这些位置就要转折，而是说根据它的内部结构。那么内部结构我们简单说一下，1、2、3、4、5已经有个5段了。虽然说我们看的是日线，但是我画的这个小5段是它的次级别的5段，因为它这里在日线上的每一次回落都不够比，这些都不够比，所以说是1小时上已经有个小5段了。那么也就是说1小时的这个第5段有可能要结束了。你看它这个1小时的第5段，它又有很多回落，说明1小时的回落，1小时上可能在5分钟上又有个小5浪。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浪形套浪形的那么一个结构。那么已经到了这个1、2、3中的3中又套了一个1、2、3。我们看一下，3中套了一个5，1、2、3、4、5，也就是说前面这是一个3浪，3浪里面套了一个小5浪，小5浪又套了一个5，就这么一个套结构的那么一个图形。那么都是在尾端，你发现没有？都是在尾段，而不是说在1和2，或者说在1、2、3、4，所以说都是在尾段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位置虽然说没到 66.93， 那么你提前打点提前量，先减一点，毕竟你是赚的，只要你是赚钱的话，早走一点晚走一点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还有底仓，可以留一点底仓再看，因为你这个位置减完之后还要再看它这笔回落呢。如果说回落还不能够碰到这个位置，还可以有5呢，因为这只是一个3结束了，对吧？所以你只是现在看它预判，因为它的内部相对的有一点饱满了，我先做一点预判，我先减一点，然后等待这个1、2、3、4、5再结束也可以的。这就是你要跟踪这个走势，然后调整你的这个仓位。它这个 MACD 给到的表达也不是很强，尤其是后面这段，对吧？因为它的这个在1小时上一个小5浪的话，明显3和5的这个比较的话，你会发现柱子面积是发小，开始变小了柱子面积，但是呢，这个 MACD 的高度并没有变弱，那么说明它没有明显的这个被吃，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完全冲到68或67这个位置的话，再结束这个位置。所以说，你要是不想急于减的话，可以再拿一拿，明显在给一个比较强势的顶分型的时候，你再减也可以，对吧？至于顶分型如何判断强弱，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就不重复了。好的，我们还有2分钟时间，可以这个看一下啊，下面的朋友问的比较多我们简单挑一个吧，因为时间比较多。那么简单挑一个的话，我就分析一下比特币吧。我看这个 Helen 朋友也问了这个比特币，我们简单说一下比特币，毕竟比特币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特币的话，这个回落这个位置，我不知道，我记得是在上周，要不是上周，要不就是跟那个会员朋友们做专享的时候分析过这个位置。我们是提前测出过这个位置，怎么测的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当时我们测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说当还没到下面这个位置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就测过，因为它当时已经有3段了，我们当时用这个扩展器测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知道这个990828这个位置是这个等比例的位置，那么它在6月22号，但是呢6月22号你如果说你只是买的 ETF 的话，你是交易不了的，因为6月22号是周日，所以说这个你即使说能够测到这个位置，你也交易不了。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它出现一个强势的底分型的时候，你是可以进场的。如果说你在上面有减仓的话，所以说我们当时测到过这个反转的这个位置，对吧？那么现在出现反转之后，这个反弹也够比了。从这个98225的话到这个最高点，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最高点？是最高点，就是这个短期的一个最高点108345，这个已经反弹够一笔了。那么如果说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画一个趋势线，就是2个高点连线，这个有个高点连线，现在离这个趋势线也很近了，对吧？所以说你如果说有的话，手里仓位比较重的话，你看它再往上，因为明天还有一天 ETF 的话还可以交易一天，
但是合约的话，周末是可以交易，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玩合约，毕竟这个杠杆太大，你要是一旦操作不好的话，很容易爆仓，对吧？就这段下跌的时候，你如果说玩杠杆的话，是很容易被干爆的。那么现在它又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压力的位置了，对吧？你可以在明天看看能不能够顶到这个位置，最好强势的话是直接拉上去，毕竟它这个 MACD 刚好是在这个零轴这个位置，如果说要周末出什么消息的话，那就直接上去了。所以说，可动可不动，不动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这里已经出现了这个中枢了嘛，对吧？它完全是可以直接往上走，拉上去，就走离开。针对这个中枢段走离开段，所以说这个位置可动可不动，那就看可以等待明天再看这个到了这个高点连线的这个位置之后，再看它的压力，看看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回落的时候，对吧？可以不动，可以先暂时不动，最好是能够从这个 MACD 这个零轴这蓄能直接往上快速往上走，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希望开始走这个中枢的离开段。那么在大周期上，其实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周线上，这里是不是也有过一次比较明显的回落？我把这个其他的清一下。这里这个回落呀，从这个最高点回落到9825的话，它这个是递归的话是够一笔的，因为它是有五周的一个回落。虽然说有两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有效的一笔回落。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在周线上这里也有一个中枢，起涨点在这个位置。49050，所以它完全是构成中枢周线中枢之后走周线中枢的一个离开。那如果说能够起得来的话，就牛了，对吧？大周期的话也是一样，那就是月线上就是上涨延续。月线上上涨延续的话，我们也是从小周期上往大周期上往上看。那么也就是说是第二个周线大中枢的这个离开，也就是说现在还在周线上第二个大中枢的离开段，因为这个两个中枢高低点是有接触的，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中枢，所以说它是一个这是升级之后中枢的 A 段，那么现在是在走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小 B 段，那么这个能走多远的话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所以说且涨呢。所以说手里有 ETF 的话，可以这个底仓千万不要扔掉。那么后期的话，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看好的。至于怎么走的话，那就是像这种每天这种波动，那就看你的这个个人的那个时间能不能够做得到这些回落了，去做这个短差操作。做不了的话，那你就宁可拿着不动也没有关系。很多时候，如果说你操作不好的话，可能更好的操作是不动。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